越过现实的海，抵达想象之外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星域，今天我们要穿过星际之门，回到公元1227年夏末的六盘山南麓，跟随一只蒙古精锐，看看成吉思汗死后遗体如何被秘密送回肯特山脉。我们出发吧。脚下的黄土硬邦邦的，风从山口灌下来，混着马汗、皮革与炭火的味道。前方那顶黑毡大帐比周围的帐篷都要低矮，帐门只露出一道暗黄的火光。帐外战旗低垂，马口被布轻轻束住，连嘶鸣声都被死死按住。一位灰胡子雀薛长站在门边，手按刀柄，谁靠近都被他用眼神挡了回去。帐内一具躯体附在深河毡布之下，毡脚拖过木塔边缘。火盆旁摆着弓袋、马刀和一只旧皮囊，萨满俯身将一撮白色弓驼的顶鬃拖到逝者口鼻前。待他将白鬃收进小皮囊，雀薛长掀开后正脸，外面那辆低轮木车已在黑暗中等候，轮子半陷在尘土里。帐篷外的灰土早被薛迪踩得发亮，火光被吹得贴着地面摇晃。4名亲卫没有喊号子，只是沉下肩膀，合力抬起那副被黑毡裹住的木榻。木头很沉，皮绳裂进掌心，几人的靴底在黄土上磨出浅浅的短痕。帐后没有哭声，只有800多名精锐骑兵层层列队，守在坡道两侧。御手仔细磨过灵车的轮轴，又用布紧紧缠住马铃，连一声脆响都不许发出。怯薛长最后望了一眼主帐，伸手卷起垂落的战旗。木榻被抬进灵车，黑毡重新盖严，车队开始出发，车头缓缓转向营地背后的黄土沟。扫痕骑兵下马，用松枝扫过车轮碾过的痕迹。更远处一片漆黑，灵车刚下坡，木轮就在黄土里压出2道深折。没人回头看主帐，只有走在最后的骑兵将松枝拖过地面，打扫队伍走过的痕迹。有人把皮水袋里的水挤在干土上，进一步冲淡队伍经过时留下的气味。坡道左侧是碎石，右侧是被风吹倒的干草，天色一点点泛白，远处六盘山的黑脊仍沉沉压在后方。御手不敢让车走快，生怕轮子陷得太深。每走一段，他就停下摸一摸皮绳，后面的人立刻跟上，扫开脚印，把草树踢进沟底。队伍被拉成一条长线，前端已绕过坡口，后端还在扫平最后一道车辙。等营地那点微光被山坡彻底遮住，他们才真正离开了六盘山。几天后，黄土坡渐渐退到身后，脚下变成碎石与干草混杂的风口。白天，他们躲在背风的洼地里，黑毡灵车停在马群中央，远远看去，就像一堆不起眼的行军杂物。弓袋、箭袋和一包旧衣物始终牢牢绑在黑毡旁边，风会帮他们抹去一部分痕迹。到了夜里，队伍才重新出发。怯薛长骑在灵车左侧，有人换下皮马，有人解下旧马鞍，靠在车边。扫痕骑兵依旧走在最后，用枝树将车轮碾过的地方重新扫乱。夜越深，火不能点大，水不能多洒，所有人都只靠马背上的皮囊和干肉，默默向北行进。又过了几10个夜晚，队伍来到一条浅河边，河水不深，却正好能吞没马蹄的声响。
灵车被几匹马缓缓拖进浅滩，冷水漫过轮缘，黑毡上凝着细小的水珠。马蹄踩进湿泥，留下的印记比黄土上更清晰。后面的骑兵立刻弯腰，用枝条将边缘刷碎，再让水流慢慢漫过，然后用木质的工具推平几处过于笔直的车辙。近2000公里的路还没走完，秘密绝不能在任何一个渡口露出破绽。切薛长等最后一处湿泥被扫平，才让灵车重新上岸。远处的草原已然铺开，风吹过来，草尖像水面般层层浮下。60多个日夜过去，队伍终于达到了最后的圣山——布尔罕河勒敦山，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国肯特山脉。草原完全展开后，队伍被拉得很长。前方是探路骑兵，中间是黑毡灵车，两侧是护卫，最后依旧是那支扫痕小队。60多个日夜过去，马鞍磨亮了，皮绳也磨细了，可那辆低轮木车始终没有更换。就在灵车右侧，一头灰白色母驼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牵进了队伍中，它脖子下方挂着一个小铜铃。母驼身边跟着一只小驼，腿细脚软，走不稳路，总要紧紧贴着母驼的肚腹。他们既不拉车，也不驮货。原来骆驼母子是进入圣山后才被牵进队伍里的。牵驼人怀里抱着一只暗色皮囊，里面的东西被皮绳捆得严严实实。黄昏的风把长草压向一边，车轮碾过，草茎又慢慢弹回原状。切薛长望着远处越来越清晰的山影，抬手示意队伍继续向北。草浪翻涌，遮住了所有旧痕。当山影真正逼近时，草原忽然变得开阔而潮湿。脚下是带着露水的软草，马蹄踩下去会发出轻轻的闷响。前方出现一条冷河，河湾绕过低丘，远处的雪线挂在山尖上。队伍在河湾外停了很久，没人敢把这个地方的名字喊出口。右侧有一堆不高的灰石，石缝里插着几根旧木枝，这些是先遣队留下的信标。阙薛长摸了摸石头确认后，下令让人把信标销毁。随后他转身示意灵车沿着低丘背风处继续前行。800多人的队伍被留在外圈，只让少数亲卫、母驼和小驼跟着黑毡灵车进入草原深处的低地。草原深处没有陵门，只有一个早已挖好的巨大木坑，坑壁被夯得笔直，坑底中央横放着一根完整锯木的横切面，空体涂着特殊的防腐黑色涂层。裹着黑毡的遗体由绳索缓缓放下，稳稳送入木鱼内部。就马鞍、复合弓、箭袋、随身短刀、皮靴和衣物都是他生前常用的随身之物，一件件整齐摆放在他身旁。亲卫合上锯木两半，两端套上沉重的黄金圆箍，用木锤逐一敲实。随后黑土被一层层回填，最后再将整块草皮原样铺回。草皮盖回去后，那块地方还是太新了，颜色深了一截，草根也乱了一片。切薛长抬手往前一压，远处数百匹战马驱策而来，马蹄一层层踏过新土，湿泥被踩实，草筋被折断，混进泥里。河湾仍在左侧，雪岭仍在后方，可墓坑的边界早已消失不见。等马圈退去，母驼被牵到草地前，小驼也被牵了过来。几名亲卫举起黑毡挡住了那一小块地方。风吹动着黑布，只听到小骆驼一声惨鸣。片刻后，一只皮碗被端了出来，
暗红的液体缓缓洒进草根与泥缝。母驼拼命挣着缰绳，凄厉的哀鸣声沿着河湾远远传开。切薛长将河湾与雪岭的位置都刻进了心里。没有人再回头多看一眼。第一晚收存的装有白驼鬃的皮囊，由阙薛长妥善带走，成为后人瞻仰的圣物。来年春天，雪水从山坡上潺潺流下，河湾比去年更宽，长满了新草，远处的雪岭依旧如故。阙薛长将那只灰白母驼牵回山谷，他身边已经没有了小驼，只有一根旧短绳，松松地卷在牵驼人手里。母驼沿着河边慢慢走着，鼻子贴近湿草，一步一步仔细地嗅着。他绕过黑石，最终停在一片看不出任何坟形的草地前。日后大汉前来祭拜，只能靠他引路，他在哪一处哀鸣，哪一处便是墓地。可这里没有碑，没有门，没有土丘，连去年马蹄踩过的旧痕都被萋萋春草彻底覆盖。等这只母驼老死，世间最后一条通往这里的路也就断了。风从草原上吹过，所有草叶一同伏下，又一同站起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草原从此多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。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节目。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